2026年1月1号，平壤锦绣山太阳宫，这个是朝鲜最神圣的建筑。金日成跟金正日的遗体就躺在水晶棺里头。每一年元旦，朝鲜最高层都会到这里来参拜。但是今年，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金正恩走进大厅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女孩，一个13岁的女孩。她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黑色大衣，脚步有一些非常刻意的显得稳重，但最关键的是她没有落后半步，她跟她的父亲齐头并进，走在正中央。而周围的这些朝鲜人民军的将领们，这些将军们弯腰鞠躬，表情非常恭敬，但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眼神，没有直视这个女孩，他们都在回避，不是看着这个女孩的脸，而是看着地板。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新年祭拜，这是一次遗产接收仪式。金正恩他参拜的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祖父跟父亲的遗体，他其实是在丈量自己的位置，然后顺带着也把女儿将来的位置也量好了。您见过遗嘱吗？普通人的遗嘱无外乎就是财产啊、房子啊、股票啊、保险，这些是普通人写在遗嘱里面的东西。但有那么一类人，他们在写的遗嘱里头有些非常特殊的东西，核按钮。继承人是一个13岁的女孩，而遗嘱的执行人是没有人类监督的自动核反击系统。这就好像你去参加家长会，然后赫然发现隔壁班级小孩他们的课外活动竟然是学习怎么样操作洲际弹道导弹。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份遗嘱，它的每一条条款为什么会写得无懈可击，以及它为什么可能会害死我们所有人。先来简单看一下事实，金主爱是金正恩的女儿，她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是在2022年的11月，当时年仅9岁，跟着父亲出现在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现场。朝中社给她的称呼是亲爱的女儿。那如果故事到此为止的话，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带着宝贝女儿去看放烟花。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就结束了。2023年，这个称谓变成了受尊敬的女儿。同年，一个更具有政治意味的名字出现了，朝鲜的陈星。2024年3月，真正的质变发生了。朝中社在报道一次空降兵演习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儿，指导，而且是复数形式，父女二人同时被称之为指导者。那为什么这个词对于朝鲜人这么重要？是因为在朝鲜的政治语义学里面，指导者他只保留给一种人，也就是未来的最高元首。朝中社的这个修辞变化比情侣之间的称谓升级还要更加讲究，从最开始亲爱的女儿到受尊敬的女儿，然后再到指导者，每一次的这个称谓的升级都是精心算计过的政治声明。然后就是2025年9月份，我们看到他随着自己的父亲访问北京，参加了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他跟习近平、跟普京，他跟这些大国领袖近距离同台。2026年1月份，锦绣山太阳宫的新年参拜齐头并进，而进到2月份，韩国国情院正式研判说，金主爱已经进入了指定继承人的阶段。从9岁到现在13岁，4年时间。普通小孩用这4年可能是从小学升初中，但金主爱用这4年时间已经从亲爱的女儿质变成了朝鲜的陈星。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他只是一个烟雾弹，也许金正恩还有一个长子藏在幕后，我们大家不知道而已。但是大家要想想看，这背后的一个政治成本到底有多高？朝鲜为了这个13岁的女孩子，她动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政治资源呢？全军宣誓效忠，发行印有她头像的邮票，修改称谓体系，安排国际外交亮相。如果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烟雾弹，只是为了掩护一个
藏在幕后的可能存在的哥哥，那我想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政治整蛊。但这个整蛊的成本说实话实在是太高了，所以答案几乎是确定性的，就是金主爱就是朝鲜金家那个下一任的继承人。但是为什么要指定一个13岁的女孩子呢？好像太儿戏了，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就需要理解这样一份遗嘱的法律基础，5个字：白头山血统。在朝鲜，这个不是比喻而已，这个就是宪法。金氏家族他们的权利不是来源于选举，不是来自于功勋，也不是来自于能力，它来自于继承下来的血脉。白头山血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基因。如果你不携带这样一段基因，哪怕能力再强，也永远不可能坐上这把宝座。但这里头有一个巨大的摩擦力，因为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父权社会。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儒家军事社会里头，把一个女孩推上神坛会产生巨大的神学摩擦，所以把金主爱推上宝座的这个系统性的安装工程，不单单是要更改这个称谓，还要修改教义。所以我们看到朝鲜官方近年来开始大量的宣传金日成的母亲康磐石跟妻子金正淑，她们具有某些指导者的潜质。这些女性她们不再仅仅只是革命家属，而是被重塑为具备独立领袖能力的人物。与此同时呢，朝鲜的陈星新兴女将军这样一类称呼也是更加频繁的出现。这个其实是在用革命神学来覆盖生理性别，他们不仅仅只是在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是在修改这样一套体制的圣经。而对于这样一套系统来说，遗嘱生效需要一个什么形式的输入呢？那只有一个变量，就是独裁者的心跳。金正恩他只要还活着，那这个系统就会正常运转。一旦金正恩停止了心跳，遗嘱就会进入执行的程序。而遗嘱的这个产出是什么呢？就是家族权力的代际延续。历史基准的这个成功概率是 72%。而且在核武世袭的这个逻辑当中，领袖的血统不仅仅只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物理常数，也就是核按钮。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一个13岁的女儿？为什么不是某一位成年的朝鲜军方的将领？为什么不是已经掌握实权的这个姑姑金宇镇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金正恩的算计。金正恩他不仅仅只是在挑选继承人，他其实也是在解一道生死攸关的数学题。在政治学当中，这个叫做独裁者的继承人悖论。那如果你挑选的这个继承人太过于强大，他就会大概率提前篡位。那如果你挑选的这个继承人太弱，那一旦你不在位，这个政权就有可能会土崩瓦解。那如果你干脆不做任何选择，一直保密的话，那等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将军们就会因为恐慌而各自拥兵自重。那这个也就意味着说，金正恩面临的每一项选项都藏着一颗毒药。来，让我们推演一下他牌桌上的其他几个选项。选项 A， 成年的军方强人或者是党内的元老。这个选项让政权失败的概率是 75%。 为什么不能用外人？因为在白头山血统的这个绝对神学体系底下，外人继承就等于说宣告金氏王朝的合法性的破产。那这样一个选择必定会引发内战，所以这个选择可以直接淘汰掉。选项 B 是选他目前权势滔天的亲妹妹金宇镇。那这个选择让金氏政权爆破的概率是 60%。 全世界可能觉得金宇镇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因为这个姑姑她有手腕，有军方的人脉，她负责对韩美强硬发声。但是为什么绝对不能够选择她呢？因为在独裁体制底下，天无二日。如果金正恩今天宣布金宇镇是合法的继承人，那么明天开始，平壤的权力中心就会开始出现裂缝。那些正在金正恩这里得不到重用的将军，他们会立马
跑去金宇镇那边排队表忠心，而赋予一个拥有强大实权的成年人某种程度上储君的身份，等同于金正恩亲自给自己立了一个催命符。而选项 C， 如果的确存在那么一个秘密培养的成年太子的话，那么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金正恩也未必是最佳的选择。为什么呢？坊间有传闻说金正恩有一个大儿子，但是一直被雪藏着，那为什么不把他推出来？一个20多岁身强力壮的男性继承人，他必然需要到军队里头去建功立业，去安插自己的亲信，来提高他自己的威望。即便他是金正恩的儿子，这种做法也一样会翻走金正恩的兵权。而且如果继续雪藏他的话，那么继承人就起不到安抚精英阶层的作用，而一旦心慌的话，就难免会产生异心。所以如果把这3颗毒药全部排除掉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真相。这个看起来最荒诞的选择，也就是让一个13岁的小女孩坐上这个位置，竟然是唯一的解。而这个就是博弈论里头的纳氏均衡，在所有参与者的策略互动当中，这个是综合支付值最高，但是让金正恩感觉最安全最放心的这个选择。当然如果传闻当中这个大太子根本就不存在，金主爱是金正恩的独苗苗，那么这个事情就简单多了。金主爱最大的政治资产恰恰是他本人的手无缚鸡之力。首先，他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父亲构成的威胁是绝对的零。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不可能策划政变，不可能拉拢军队的将领，她所有的光环跟权力100%是依赖于自己的父亲金正恩牵着他的这只手。金正恩可以毫无戒心的把自己的女儿推到台前，不用担心被反咬一口。其次，金主爱完美的完成了未来秩序的信用担保这么一个作用。精英阶层只需要看到白头山血统有后了，那这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他们的焦虑就会被平息。对于将军们来说，利益的计算非常简单，效忠就等于他们的荣华富贵得到了延续，而你如果反叛的话，有70%的概率会所有的荣华富贵瞬间归零。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未来侍奉一个没有什么政治根基的幼主，总比现在伴君如伴虎侍奉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其实要轻松得多。所以为什么不选这个13岁的女儿呢？对不对？因为金主爱的存在既能够给天下人一颗定心丸，又绝对不可能成为刺向老父亲背后的一把刀。但是听到这个地方，你肯定会发现这个精算模型里头是会漏掉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变量，就是金正恩他到底还能够活多久。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生物学的倒计时加入到这个纳氏均衡里头一起看。金正恩今年大概42岁，按照正常人的标准，他正值壮年，但是他身高1.7米，体重一度超过140公斤，长期重度抽烟酗酒，而且他的祖父金日成跟父亲金正日全部都死于急性心肌梗死，算是他们的家族病。在金正恩他的账本里头，他不仅仅只是在防军队里可能会政变的将军，也是在防他自己的心血管疾病。而2008年的亲身的这个教训是深深的刻在了整个金家的基因里头。那一年金正日突发脑中风，他犯了一个独裁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他总以为自己是可以活很久，所以他迟迟不愿意立储。但是中风之后，他在病床上非常仓促地把24岁的金正恩推上了前台。仅仅3年之后，金正日暴毙了，留给金正恩建立他自己威信然后清洗老臣子的时间只有极度凶险的3年时间。金正恩初登大宝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活在被暗杀或者是政变的极度恐惧当中。金正恩的行为也说明了一切，从女儿9岁就启动这样一个极度违和的造神机器，准备立储。他比他自己的父亲早了整整15年就开始了这个立储的程序。
但是这个精算的模型还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时间差，这样一份遗嘱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冷血的双向对冲的策略。那情景一，如果金正恩的这个生物钟提前引爆的话，比如说明年甚至后年突发疾病，那他留下的是一个未成年女儿，这个一定会引发摄政危机。但是有一个名义上的合法的幼主，怎么样都比什么都没有准备，将军们瞬间开始军阀的混战，这种情况要好上100倍，所以这是一个保底的状况。而情景二，如果他真的能够撑到60岁，那个时候他的女儿金正爱也已经30岁了。有些人会问，那成年之后的女儿不是一样有可能会反噬这个君主吗？但是区别就在于说，如果是现在提拔一个已经成年的将军或者是兄弟，那他们已经自己带了一个小圈子，有他自己的核心班底。但如果是用20年时间慢慢的把一个9岁大的女孩拉扯大，而这个女孩所有的羽翼、她的亲信、她的班底全部都是由金正恩亲手替她挑选跟安排的，那这样的话本质上金主爱它是一件金正恩完全拥有源代码的政治武器，所以即便他成年，这个底层的逻辑依然是可以受控的。在家族病的阴影底下，在死神随时有可能会敲门的前提下，尽早把一张白纸一样的女儿焊在河岸柳旁是唯一正确的解。这个选项是88分，满分100分，当然12%的这个爆破率说不上是绝对的安全，这个12%已经是最稳固最放心的保险了。所以这样一份继承的安排，它当然是出于父爱，但更因为是权力的冷酷的算计，也是出于极度冷血的纳氏均衡。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为了让这个女孩能够坐稳这个宝座，金正恩对于将军们做了什么。安排一个13岁的小女孩作为继承人，它还是一套精密的防政变的装置。政治学家有一个理论叫做防政变设计，核心思想就是独裁者需要通过分割军队的这个指挥权，建立重叠的安全机构，利用亲属关系来防止任何人对自己发起挑战。选择一个幼年的小女孩作为继承人，天然的就切断了继承人与军队将领之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个横向联盟的可能性。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不可能通过军事或者是政务的网络跟将军们建立私下的一种联系，那所有的沟通必须要通过金正恩这个中枢。而最精妙的部分就在于说，要求军方的高层向一名幼女来宣誓效忠，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次极端的忠诚度的压力测试。让一群佩戴世新上将军衔的老男人，他们齐刷刷的向一个初中生，向一个13岁的女童宣誓效忠，某种程度上是挺羞辱人的。但是将军们他们排着队来，是因为你不来的后果是真的会被处以极刑。你可能觉得这样一个情景非常荒诞，但荒诞的其实不是金正恩，荒诞的是博弈论告诉你说他的安排其实是对的。因为数据说得非常清楚，政变之后整个政权崩溃的概率是 70%， 这也就意味着说，如果哪个将军他想搏一把推翻金家，他不仅仅只是在赌他自己的命，他是在赌整个精英阶层的命。一旦他赌输了，不是换一个老板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连带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房产，在平壤所有的特权全部归零。所以将军们他们排着队来效忠，不是因为真的忠诚于金家，而是因为这个不忠诚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更现实的考量是，这样一群加起来几千岁的老狐狸，他们愿意向13岁的一个小女孩低头，不仅仅是因为恐惧，更因为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交易。因为老的国王死掉以后，拥立一个没有根基的幼主，恰恰是这些将军他们从奴才走向有可能变成摄政寡头的最佳的捷径。而且忠诚它也不是免费的，它是有价格的。在朝鲜，这么一个价格是一个叫做 Office 39的一个秘密机构来支付的。那这个办公室，这个机构负责为金氏家族赚取外汇，
通过煤炭走私、网络黑客、非法转运跟奢侈品贸易，每一年大概进账5亿到20亿美刀。这样一笔钱用来干嘛呢？是用来维持所谓至圣联盟的忠诚。所谓的至圣联盟是政治学当中的一个概念，说白了就是一个独裁者，他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他只需要让权力最核心的、最关键的这么一小撮人满意就好了。在朝鲜的话，这个圈子已经从500人到1000人的规模缩小到了大概200到300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汇的使用权、进口奢侈品的配额、平壤核心圈子的居住权，所有这些就是忠诚的货币。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反直觉的发现，就是国际的制裁不但没有削弱金正恩的控制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了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经济制裁让朝鲜的资源变得更加稀缺了，而当你是唯一能够分配稀缺资源的人，你的权力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大了。所以当这些国际社会、这些西方国家，他们以为经济制裁能够扼死政权，但实际上制裁的效果是反作用，反而让金正恩变成了唯一的面包师。而当你是唯一一个有权利能够分蛋糕的人的时候，谁还会造反呢？对不对？所以世袭继承方案更进一步的是稳定了这个结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会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能不能够继续享有在平壤的特权。而金主爱的这个存在等于向他们承诺，只要你们向我效忠，你们的后代也能够继续坐在这样一张餐桌旁。有一些人可能会说，你这些全部都是理论的推演。朝鲜它不是已经非常成功的交接过2次了吗？1994年、2011年2次都非常平滑，对不对？没错，但这2次交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接班人都是成年男性。而这一次这个变量是变化了，年龄、性别、核武器的规模全都不一样了，所以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而且这样一份遗嘱，它不单单只是金正恩一个人写就的，我们看到有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某种程度上都在这个遗嘱上签了字。那这个事情我们在下面慢慢细说。到目前为止，我告诉大家的都是这样一份遗嘱到底有多么的精妙，88分的纳氏均衡，无懈可击的防政变设计，200人的至圣联盟，他们有一个忠诚的锁定。那即便这样一份遗嘱它写的无懈可击，但其实存在一个非常致命的前提，就是遗嘱执行的那一天，谁能够确保这个机器它不会自己按下了核按钮呢？2022年9月份，朝鲜它通过了一份法律，核武力政策法。那这个法律大部分内容都是一些宣传性质的东西，朝鲜是不可逆转的核大国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其中一个条款让全世界的核安全专家说实话开始有点睡不着觉。这个条款就是第3条第3款，它这个原文大意就是说，当核武力的指挥控制系统因为敌对势力的攻击而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核打击将会根据预先确定的方案立即自动启动。翻译成人话就是，如果系统检测到通讯中断或者是领袖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朝鲜的核导弹将会自动发射，不需要人来手动按这个按钮。朝鲜等于说是建了一套核武器的自动驾驶的系统，但是这辆车没有方向盘，只有油门。当然，从地缘政治的这个现实来看，这样一种自动打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写给美国人看的宣示性的恐吓。但是独裁者玩火的危险就在于说，当你在法律跟系统里头预设了自动档的时候，那么在极端混乱跟夺权的黑夜里，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底下，哪怕是假戏也有极大的概率有可能会真做。那么你知道这里最恐怖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吗？因为通讯中断跟领袖的安全受威胁，这2个自动打击的触发条件恰恰好就是权力交接期最常见的特征。一旦独裁者突然死亡的那一刻，通讯一定会出现混乱，而指挥的链条一定会出现动摇。但是如果这个核武器的系统没有办法区分政治上的自然更迭跟斩首攻击的话，
那么这个情况就不太妙了。我们先来简单讲一个故事。1983年9月26号，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导弹预警中心，苏联的卫星预警系统他们突然报警了，因为他们侦测到美国向苏联发射了5枚洲际弹道导弹。屏幕上红灯闪烁，自动化的系统它只有一个建议：发射，立即发射。这个值班的军官名叫彼得罗夫，他是一个中校，在这短短几分钟里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不要按这个发射核武器的按钮。为什么呢？他的理由就是直觉告诉他，如果仅仅只是5枚导弹的话，这个完全不合理。如果美国真的要针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不会只发射5枚导弹。后来查明，的确是卫星把这个云层反射的阳光误判成了一个导弹的尾焰。我们今天要庆幸的是，人类的文明因为这个人的直觉而得以幸存。但是在朝鲜，他这个法案最危险的地方不是独裁者按下了核按钮，而是独裁者有可能会失联了。在军事术语当中，朝鲜的这个自动打击指的并不是科幻电影里头的这个 AI 或者是机器人，而是预先授权。一旦平壤的通讯中断，核弹的发射权就会自动下放给了这些躲在地下掩体里的基层的火箭指挥官。他在地下掩体里面与外界是彻底失联的，他并不知道平壤到底是因为停电了，是发生政变了，还是正在被美国人和平。那在极度的信息黑洞跟恐慌当中，他现在面临的是要不要立即发射核导弹来反击美国。如果你现在不用核弹的话，有可能就会被全部摧毁的这么一种绝境。1983年的这个彼得罗夫，他之所以能够拯救世界，是因为他是坐在莫斯科的一个高级指挥中心，他有全局视野。而朝鲜的这个核武力政策法，等于是把核按钮塞进了一个被蒙住双眼的一个士兵手里头，没有人会站出来说等一下。而且朝鲜他也没有实行双人规则，因为在核安全领域，这个叫做 NC2， 也就是说核指挥与核控制体系。在美军的体系当中，核发射的指令必须由2个独立的人员同时验证，而在朝鲜，这种分权被视为是对唯一领导的亵渎。所以我们从这个表格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朝鲜的这个核按钮是全世界唯一一份独一份的裸奔状态。我们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个非常致命的情景，比如说金正恩突然离世，13岁的这个女儿她要继位，但是她不可能立马真正掌权，所以这个权力会落入摄政王手里，也就是最可能的人选，他的姑姑金宇正。金宇正是朝鲜目前唯一具备实战经验、外交阅历跟军方人脉的这么一个血统的传人。他目前已经是正部级了，是负责最强硬的对外声明。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金正恩算无一策，那为什么会唯独留着金宇正这么一个最大的定时炸弹呢？答案就是他别无选择。一个13岁的女孩是没有任何根基，也没有任何威慑力的。在自己的女儿羽翼丰满之前，金正恩他必须要利用自己的妹妹的凶狠来威慑这样一帮骄兵悍将。金宇正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而不得不养在身边的一头狼。在金正恩活着的时候，这样一套双轨制可以运行非常良好，狼负责咬人，女儿负责微笑。但是一旦牵着绳子的这个人不在了，这2条轨道就势必会开始非常致命的碰撞。而最致命的场景是什么呢？青春期的女王她试图想要收回实权的时候，就好像15岁的这个康熙，他想要从鳌拜手里夺权一样。2派势力有可能会起了冲突，甚至发生军事政变。那在这样一种双权力中心的势力底下，核指挥系统有可能会陷入逻辑失锁。而根据朝鲜的这个核武力政策法，当指挥系统陷入混乱或者是受威胁的时候，核导弹的默认选项是什么？是发射。这个就是没有双人规则的代价。内斗的尽头是核按钮的
自动过载。听到这个地方，有一些观众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就是艾森，你这个说的太夸张了吧？如果朝鲜一旦出现这样一种权力真空跟内斗，中美俄难道没有预案吗？他们没有事先准备吗？美国的5029行动预案，中国北部战区的应急机制，不就是为了应对朝鲜政权崩溃跟核武器失控这样一些紧急状况而准备的吗？大国他们肯定会派特种部队介入，直接物理锁死核弹，对不对？这个直觉其实是有道理的，大国肯定有预案，但这个就是最让人感觉到绝望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13岁的女王跟摄政王内斗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所有大国的干预的预案都有可能会瘫痪。为什么呢？因为大国的干预预案它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也就是有清晰的战场感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极端的极其混乱的时刻，也就是平壤发生内斗，朝鲜的火箭军基地开始发生异动，那美国的卫星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些导弹被拉出了山洞，而中国的雷达他们也有可能会看到朝鲜的防空系统全部打开了。这个时候在北京跟华盛顿的情报官他们会面临一个非常致命的猜疑链，朝鲜的导弹拉出来，到底是因为摄政王他想要镇压他的政敌呢，还是因为幼主要向外界展示武力而已？还是说朝鲜的这个核系统自动判定遭受了威胁，准备要向其他的核大国发射核武器呢？2017年朝鲜导弹危机期间，一位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官，他在事后的分析当中就说过一句话，当朝鲜接连试射火星15的时候，美军最头疼的地方不是朝鲜会不会打，而是金正恩他是不是还在这个核武器的指挥链条上。一旦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话，那整个核威慑的模型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废掉了。如果您是美国总统，你敢不敢在这么一个时刻下令美国的特种部队进入朝鲜夺取核弹呢？你不敢。为什么？因为只要大国的军队一越界，朝鲜高度敏感的所谓核武力政策法，它就立刻会将这个事情判定为对于最高领袖的生存威胁，从而会把原本的内斗剧本因为美国总统这个鲁莽的军事行动而直接升级成对外核打击。更可怕的是什么？当大国想要打一条热线电话去确认一下朝鲜到底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这个电话到底应该打给谁呢？朝鲜一旦内乱的话，你到底应该打给这个13岁的小女孩，你要打给摄政王这个姑姑金宇镇，还是要打给某一个拥兵自重的朝鲜人民军的将领呢？在传统的核威慑理论当中，如果你不知道敌人的红线在哪儿，那大家反而都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就是恐怖的和平。但是在核武器的交接期间，如果你都不知道对面的核按钮到底是在谁手里头，那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除非所有这些大国他们协商一致，第一时间越界强行介入，在极短的时间窗口里头彻底控制住朝鲜的局势，否则的话，在这个权力真空期里面，军事情报的这个猜疑链条会把所有武力干预的预案都变成是废纸。当然这些大国手里头还有另外一张底牌，就是切断能源跟粮食，但这个也是非常悲哀的地方，因为大国他们不敢把朝鲜逼入绝境，因为比起一个相对稳定的拥核世袭政权来说，大国更害怕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崩溃的政权，然后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自己的国家，然后核材料还会流失到黑市，这么一个朝鲜半岛最让人恐怖的政治黑洞。核捆绑跟崩溃论双重瑕疵的情况底下，大国的最优解它不是干预，而是尽可能保持沉默，或者进一步是主动背书。金正恩他早就算到了这一步，如果发生毫无征兆的权力真空，大国的情报系统会被瘫痪，不敢轻易越界。那金正恩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绝对不可能让大国在关键的时刻
拆盲盒。所以这样一份遗嘱要生效，还需要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来自于这些大国的提前公证。你真的以为金正恩带着13岁的金主爱去检阅火星17，去观看军演，去天安门城楼，只是为了给国内的将军们看的吗？当然不是，他是在给北京跟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看的。金正男的死就揭示了金正恩在继承布局当中最恐惧的一个变量，就是大国手里的备胎。2017年，金正恩在吉隆坡机场被 VX 神经毒剂刺杀。为什么金正恩他冒着要得罪全世界的风险，也要痛下杀招？因为金正男长期生活在澳门，他受中国保护。只要金正男还活着，大国手里头就永远捏着一个备用轮胎。一旦平壤不听话，大国随时可以策动朝鲜军方哗变，把金正男换上，依然可以名正言顺，依然是白头山血统。金正恩正是因为看透了大国的逻辑，大国不在乎朝鲜是谁当家，大国只在乎朝鲜政权能不能继续存在，朝鲜这个国家能不能继续作为缓冲国，会不会倒向美国。所以金主爱的国际亮相向北京跟莫斯科传递了一个没有办法被误读的信号。看清楚了吗？金主爱是我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我没有留下其他的成年男丁给你们当傀儡。如果一旦我不在了，你们要么就必须支持这个小女孩，要么就看着朝鲜陷入内战，核弹满天飞，你们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做选择吧。所以托孤的意义不在于说让大国替他治理国家，而在于说逼迫大国放弃扶持别的军阀或者派系的想法。如果朝鲜真的发生内乱，中俄会干涉吗？那绝对会，这个毋庸置疑。中国绝对不可能允许美韩联军推进到鸭绿江边，也不可能允许几百万的难民涌入东北。俄罗斯也不可能允许远东边境出现一个亲美的统一的朝鲜半岛。金正恩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课题从来都不是如何阻止中俄干涉，而是如何预先设定中俄干涉的方向。如果不提前托孤的话，一旦朝鲜发生内乱，中俄为了迅速稳定局势，大概率会就近扶持一个手握重兵的愿意听话的朝鲜老将军来建立一个军政府。那这样的话，金家会彻底绝世，白头山血统也就会终结。但如果金主爱提前获得了中俄的这么一个隐形册封呢，当朝鲜内乱发生的时候，北京跟莫斯科他们的最高指令就会变成是马上寻找到金主爱，保护他，以他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来稳定朝鲜的军心。所以金正恩他不是在祈求中俄不干涉，他是在给中俄未来的这个干涉行动预装好了一个导航系统，让大国的干涉力量反而变成是保护他女儿的最后的也是最强大的一支禁卫军。谁能够拿到中俄的承认，谁手里头就握着朝鲜的传国玉玺。在朝鲜的历史上，每一次政权交替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华外交战。第一次交替是从金日成到金正日，他的这个核心策略就是用意识形态来换时间。金正日当了足足有20年的太子，金日成靠着在中苏交恶的这个夹缝当中走钢丝，让中苏都认为稳定大于一切，也默许了这么一个在共产主义阵营当中极其罕见的世袭交替。而第二次交替是从金正日到金正恩，这是一次病榻上的绝望的专列。2008年金正日中风之后，他的这个行为暴露了核心的焦虑，因为他在1年之内3次密访中国，拖着这个病体带着金正恩面见最高领导层。金正日开出的价码是什么？向中国开放螺旋港，深度绑定中朝经济，甚至让清华派张承泽担任这个摄政王。虽然这个张承泽后来被金正恩犬绝，但这是因为掌权之后要清除掉
中国对于朝鲜高层的一个实质影响力。金正日用出让部分经济主权的代价，换得了北京对于金正恩上台的提前点头。而第3次交替从金正恩到金主爱，这个谈判的价码就变成了是核讹诈与地缘对赌。金正恩他没有父亲这样的冷战人脉，但是他手里头有2样东西，第一个是核弹，第二个是因为俄乌战争跟中美博弈而极度撕裂，但某种程度上是更加需要朝鲜的这个世界。金正恩让自己的女儿金主爱抛头露面，对于中俄传递的信息是极度现实主义的。你们不需要喜欢他，你们只需要知道我已经把核按钮的这个继承的程序跟他绑定了，所以承认他，我就继续给俄罗斯提供炮弹，继续在中国东边扮演一个完美的抗美肉盾。如果不承认他，或者试图在我不在以后扶植别人，那么这几十枚的核弹随时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引爆，你们自己选。所以3代人3种价码，一个比一个狠，这不是外交，这个是代际勒索。而数据也验证了这么一个判断。2022年中俄联手否决了涉及到朝鲜的这个制裁决议，安理会的共识破裂。2024年俄罗斯否决了制裁监控专家小组续期，朝鲜的国际监控被实质性的解除。而同年俄朝还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2025年中朝贸易恢复到了27亿美元的这个水平，金主爱在北京阅兵仪式上与中俄领导人同台。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于金家继承安排这件事情的事实上的背书。所以当我们把内部的将军跟外部的大国结合起来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主爱这个选项的纳失均衡达到了令人窒息的一个完美的闭环。对于朝鲜国内的将军来说，我不能够造反，因为大国已经接见过金主爱了。如果我将来造反，中俄会断绝石油供应，甚至有可能会派兵来干涉来镇压。而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来说，我们不能去扶持朝鲜其他的将军来造反，因为金主爱虽然年轻，但是他是维持朝鲜现状成本最低的选择。换一个军阀可能会引发朝鲜内战跟核失控，那这个状况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即便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那我也只能够捏着鼻子忍了，接受了这么一个幼女作为储君。朝鲜的将军们因为忌惮这些大国而不得不效忠幼主，而这些大国也因为忌惮朝鲜可能会核武器失控而不得不支持这个幼主登基。所以金正恩用一个13岁的女孩巧妙地把骄兵悍将的野心跟大国的地缘政治的焦虑以及核武器的末日威胁全部锁死在了一个互相制衡的三角里头。13岁的金主爱，她不仅仅只是金家的女儿，她是金正恩发行的一支地缘政治的概念股。金正恩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疯狂地拉抬这个股票的市值，他让全军向金主爱致敬，让官方的媒体修改教义，让金主爱在国际舞台上与大国领导人同框。他要做到的是什么？是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这一瞬间，这支股票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一旦金正恩突然离世，当那个13岁的小女孩她孤零零地站在锦绣山太阳宫的时候，第一个发去唁电并且承认她合法统治地位的必定是莫斯科和北京。不是因为这些大国他们信任这个女孩的治国能力，而是因为在满屋子都是核炸药的这么一个房间里头，没有人有这个胆量敢去抢这个拿着火柴盒的盲眼女孩手里头的东西。但是我也必须非常公平的说一句，有一种观点其实值得认真对待。核乐观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核武器会让理性成为拥核之后的后果，而不是前置条件。你拿了核弹，你就不得不非常理性，因为不理性的代价就是自我毁灭。而数据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了这个观点，因为全球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经历了160多次领导人的交接，
交接期内核武器误用或者是失控的事件是0次，世袭政权的生存时间这个中位数是 24.5 年，远远高于军事独裁的 8.6 年。所以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不会假装它不存在。但这样一个理论却忽略了一个事情，在过去160次的权力交接当中，没有一次会像朝鲜这么特别。因为在朝鲜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而且暴虐的组合，首先就是核武器的发射权会预先授权下放到了基层，其次就是一个未成年的继承人，再加上核武器当中没有双人规则，所以这些组合让朝鲜它不是简单在重复历史，而是在制造一个全新的实验。而核安全它并不是一个概率的游戏，即便失败的概率只有 3%， 在核武器的语境底下，这 3% 就是不可接受的。分析完了，我们可以直接下结论了。所以我们要关心朝鲜的话，要关注3个信号，就是金正恩的健康，金与正是否开始独立发表政策声明，俄乌停战跟中美关系的走向。在结束这个视频之前，我想让大家想象一个画面，今天在首尔，一个13岁的女孩，她有可能正在为明天的数学考试抓耳挠腮。在纽约，一个13岁的小女孩刚刚在 TikTok 上面发了一段跳舞的视频，收到了32个点赞，开心了一整个下午。他们都正在经历非常正常的，但是也有很多烦心事的青春期。而在平壤，一个13岁的女孩正穿着这样一件不太合身的黑色大衣，被一群佩戴世星上将军衔的老人簇拥着，学习着如何继承摧毁这个世界的能力。他没有选择。金正恩在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冷血的一份遗嘱跟一个继承安排。作为独裁者的权力工程，它近乎完美。博弈论满分，防政变设计满分，地缘时机也是满分。它是一颗定时炸弹，它之所以致命，恰恰是因为它设计的实在太好了，好到它的成功就是全人类的风险。这样一份遗嘱，它唯一的问题在于说，它把全人类都写进了受益人名单的对面。我是艾森，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大家。